啊，首先我们也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派格利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看图啊，就是跟我们上几题和上几节課學的有什麼區別啊？看一下它的部件啊。那麼我們看第一個啊，第一個我這裡打一下啊，因為這個字特別小，我給你打一下啊。然後是一個水加熱。一步一步的不急啊，然後後面的這節課呢，比較考驗人啊。為什麼比較考驗人呢？等一下啊，等我把這講完你就知道了啊。好，水加熱的一個電磁閥，好，這是這個，好。這第二個的話是尿素箱啊，這個我就不打了啊，尿素箱我就不打了，這個不好看的部件我打一下，是吧？那第三個呢是我們的尿素計量閥，這個呢跟我們所學的不同啊，無論是重氣啊，後處理，還是康明斯後處理，還是博士後處理，計量閥啊是這一坨啊。整個大的。第四個呢是 DCU 啊，我們以後呢稱尿素呢就電腦的就稱 DCU 啊 ，DCU 啊，不叫 ECU 啊，你也可以叫它 ECU 啊，但我們用 DCU 準確一點，因為 DCU 直接說的就是尿素電腦啊，你說 ECU 也可以，但 ECU 的話它包含我們電控系統的 ECU 啊，你就用這樣去區分它。第五個的話是機械的一個噴嘴，這個。第六個上游這個溫度傳感器。我們先把這部件然後弄懂啊。好，第八個，這裡我們看這裡啊，這個是什麼？碳氧化物傳感器，氮氧。第10個呢是下游溫度。也就是這個，好，這個我給你打個上游。好，那我們現在看有沒有什麼區別？有沒有？能看出區別的話，再給我們打個1，我看一下。能不能這個圖能不能讓你一看？跟我們前面所學的就是不一樣啊，就是不一樣，對吧？有幾個區別啊，對吧？那我們來看啊，第一個呢，我們的這個噴嘴，哎，它在這裡啊，是不是？噴嘴在這個位置，對吧？還有呢，我們的尿素泵啊，你看呢，它這裡呢有一塊這個鐵板啊，鐵板，它也是組合包啊，就是凡是我們的這個出口。進液跟出液，還有這個空氣，然後呢都從這個板裡面要通過，是吧？好，那我們可以看得到，是不是？這結構上的不同，你一看的這個的話，就是派格利後處理，能不能明白？能明白再給我們打個1。好，那我們呢，知道怎麼，因為我們的尿素系統很多，那我們呢要有一定的判斷能力因為其他車很多車它採用的其他的一個尿素系統，如果你連這個都區分不出來，一看表面的沒有辦法區分，那這個車你就是懂原理，你沒有辦法去修咱一看這個是派格利的嘛，我按派格利的這個原理它的一個維修方法
然後去修它，哎，就搞定了，是不是？好，那我們呢，接下來再看一下啊，了解一下啊，就是這個呢，跟我們上兩節講的有不同，因為它這個呢結構複雜啊，結構複雜啊，我稍微講慢一點啊。好，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它的一個尿素箱啊，一個圖是吧？然後呢，這裡是一個線束的一個接口啊，線束接口。而我們看到這個黑色的這個呢，是一個空氣的電磁閥。空氣電磁閥呢，也就是控制我們的那個車身的气管啊，车身气管哦，然后往這裡接通啊，往裡面送氣的一個閥，是吧？好，那我們看這裡的是一個靜液啊、回液啊跟靜液，是吧？這裡的話簡單的提一下，那我們呢你就算你不知道是靜液回液也沒關係，我們的靜液的孔明顯比我們的這個回液大，是不是？對吧？那我們這裡呢還有一個噴射的這個口啊，噴射口在上面啊。好，那我們來看啊，针腳定義我這裡就不說了啊，针腳定義這個定義的話，大家可以截個圖啊，可以截個圖，我給大家截一下啊，你們可以保存在自己的這個手机上和電腦上都行啊，可以趕緊保存一下啊。這针腳定義对你維修來說呢是非常方便的。你看一下，哎，這個是泵的地線啊，泵的電源，是不是？這個泵它有沒有電源跟搭點？那我直接很明朗，對吧？如果你不熟悉的話，最好參照一下這個資料啊，一個這個呢進行一個維修啊，判斷，是吧？好，那我們呢這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啊？沒有問題在給我們打個1啊，有問題在給我們打個2啊，有沒有？啊，它的整個結構。是吧？你看到的是我們的尿素箱啊，然後這裡鑲了一個這個鋰合金板啊，是不是？对吧？而且呢，它的技術當中呢，就集成在這裡啊，集成在這裡啊，集成整個原理啊，跟就是說控制就是維修也是集成在這裡。好，那我們呢接下來啊往下看，是這邊。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內部啊，內部簡單了解一下。那我們这裡可以看到是一個空氣壓力的一個傳感器啊。這裡呢，大家看住啊，是這個位置啊，這個很重要啊，因為等一下我會講啊，是這裡空氣壓力傳感器啊，你往這裡裝上去就行了，對吧？瀝青的一個加熱片啊，加熱片啊，尿素的壓力傳感器啊，你可以看得到，是吧？然後呢，這裡噴射口啊，噴射口，對吧？然後呢，這插頭這裡我就不講了啊，不講了。那我們呢，這是電極模塊啊，電極模塊，是吧？然後呢，再往這邊啊，再往這邊，那這是我們內部的一個板啊，這控制板啊，控制板。那這個控制板呢，那你可以單獨就是說拆到這裡啊，拆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呢排列的這一整整的一個端子啊，一個端子口，是吧？一個端子口。這端子口呢，如果是你有必要的話，有沒有需要再給我們打個1啊？我給你截一下圖，或者你自己截一下也行，是吧？啊，這一下面的話，比如說我們尿素插頭在這裡，對吧？然後鋰塊的溫度插頭、傳感器插頭在這個地方，對吧？你再比如說我任何報故障啊，這裡因為我也不會深講啊，你知道怎麼去記着這插頭，這個是修理工，就是你自己應該都知道啊，知道這個你可以做到一個很快速的一個維修。哪個傳感器不行，那我可以直接拆出來，我再測一下，比如在我傳感器插頭這邊，然後再測一下，看他們的電壓電壓降，看有沒有变化，是不是？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再給我們打個1。好，我給大家截一下吧這個東西我就不深講。還有這裡呢，我有必要先提醒提醒一件事，是什麼事呢？今天哪個學員啊，然後打電話給我，好，那然後呢，他問了一個問題，是好像是新進來的柴油電配呢，還是空調班呢？然後呢，他問我一個問題，他說這個線啊，我去測，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現在不是這個傳感器嘛，對吧？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用到一個技巧，對吧？你測電阻，
啊，你能电阻去判断啊，判断它的线的一个通断吗？啊，线的好坏啊，这句话有没有就这句话有没有毛病啊？大家说啊，有没有毛病？啊，因为通常有些线，比如说我们传感器，比如说我们这个尿素的，对吧？哎，传感器到这里，我测一下它通断，是吧？哎，它电阻很低，那能不能确定它就是好的？能不能？啊，比如说就是0.3啊，0.3以下欧姆啊，这些很正常啊，是不是？啊，对吧？属于一个標準值啊，認為有毛病的在後面打個1啊，沒有毛病的在後面打個2。啊，有毛病是不是？對吧？因為為什麼呢？以前在這個是我們講的一個柴油電配的一節課，就是我們這個循環呢，就是講這個線路的啊，線路的那個章節，對吧？然後呢，這裡所以我要跟大家強調一下，因為這個對你修飾非常重要，而且很多同學呢，他都誤解了這個意思啊。首先，如果是我們傳感器電路啊，這個比如說不是大功率的啊，大功率的，那這個呢可能還不是很大影響啊。那如果是說通常是我們執行器的話，包括這個噴嘴啊，對吧？這個燃油計量單元啊，對吧？啊，還有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個課的這個尿素噴嘴啊，對吧？如果你是按這個去測的話，100%會有問題。就是大家呢，明天可以去實踐一下啊，你拿一節這個線啊，拿一節這個線啊，花線裡面不是還有很多銅絲嗎？對吧？很多銅絲，然後呢，很多的時候呢，你把它這個其他銅絲斷了，只剩下一根。然後呢，你再這樣去測它歐姆檔，啊，測它歐姆檔，啊，然後再測它電阻，你看一下它的阻值是不是跟沒有斷，啊，有沒有區別啊？看阻值，就算有區別啊，我可以跟你說，你那個表很難測得出來，啊，這個呢跟你的萬能表精度有關係，因為在我們市面上有用的，一般都是3位數的，啊，3位數到4位數的，那這種表呢，啊，有可能測得出一點區別出來。啊，但是這個呢還不一定啊，非常小的變化的啊，沒什麼區別的啊，沒什麼區別。因為為什麼？我用萬用表啊，萬用表它的這個跑電流啊，跑電流，它是送電流進去啊，進到我們這裡面。那如果它顯示沒有阻力啊，沒有阻力，哎，它可以順利的回來啊，順利的回來，那這阻值就相當於沒阻值嘛啊，沒什麼很大阻值嘛。那如果是說我們如果是送30安的電流，我們打啊，送30安的電流，如果往裡面送的話。哎，那因為電不夠過啊，那這裡就開始發熱，那這裡呢就會明顯表述出一個電阻的一個概念啊。因為凡是電阻的定義啊，大家應該知道的也聽一下啊，不知道的也必須要知道啊。為什麼？跟我們的長度橫切面積啊，就是其中一個橫切面積，就是說它的一個厚度啊，是不是？橫切面積這個是很大關係的，對吧？那如果橫切變小了，也就是說通道變小了，這個時候呢？哎，你萬用表去測的話也是沒什麼感覺的。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用電壓降啊，用電壓打啊，電壓打，然後去測，明白沒有？明白在後面打個1。好，通常我們現在啊，就是說你要有負載，然後去測它電壓。你看我們這邊就是我們打這裡啊，哎，比如說我們的尿素壓力傳感器出了問題啊，是吧？但是你測電阻，哎，你發現這阻值很小，這線是好的，不一定啊。你可以在這裡呢，把它扯下來啊，扯下來，然後呢，這裡加一個什麼？加一個 H4 燈泡啊 ，H4 燈泡啊，100瓦的。那這個時候呢，你再去測一下這個線啊，到這裡夠不夠過啊？你看電壓呢有沒有變化啊？有沒有變化？看電壓這樣看還大不大？如果大啊，那肯定是這個線有問題，不夠過，是不是？好，應該都明白是不是？不明白在後面打個2。啊，所以這句話呢，你要應用在什麼的場合下啊？什麼的一個場合下啊？那麼大什麼人是吧？你看用在什麼場合下啊？如果是說，比如說我們啊，就是傳感器線路的話，那可能這個影響還不是說特別大，因為它的這個電流本來是不是很大了。那如果你用在這個啟動機上面，那這個就厲害了啊。